薇儿，你跟了我这辈子，受苦了。侯爷，妾身自问进门以来，对孝儿敬而视如己出，不知为何对不住，这身体却……是我在你的饮食里下了水银，我怕你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不能全心全意照顾他们两个了。若有来生，我定不这样防着你。你们崔家害得我好惨啊！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！桂花，秋天了，又到了令人厌烦的桂花开花的时节了。若薇，这中山侯府虽是高门，可那是去做续妻，做人续妻可不容易，哪有原配夫妻的新妻？哎呦，弟妹，你这就是死脑筋，你懂什么呀？那中山侯世子崔征今年还没到25，年富力强，还是圣上跟前的红人。这公子貌似就是那崔征，真是一表人才呢。若薇，你觉着呢？沈娘说的是。薇儿，你是真糊涂啊！那是续妻，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可世子他人品贵重，风款也是极好的。薇儿，既然明日就要进崔家的门了，记着母亲一句话，既然要做崔家媳妇儿，你便好好善待人家，以真心换真心，总归是不会吃亏的。母亲放心，女儿一定真心待她。来，小哥、静姐儿，多吃点。老爷回来了。他们崔家娶我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良配，而是早就打好了算盘。这一众新入京的，我看黄家还算可以。黄家老爷行事稳重，在乡里名声极好。他家大郎科举又中了举人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女儿也打听了，黄家姑娘黄若出众，性子更是真静贤淑，最是适合做弟弟的续心。儿子也认为这黄若薇能做好这继母的位置，好好待我与林氏的孩儿。若薇啊，娘总觉得这崔家的亲事不太妥当，他们家催得太急了，像是有什么急事一样。若薇她真静美貌，我弟弟需要这样干净的续心，把这差事办好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大姑娘放心，我那弟妹没见识，我定把这门亲事说得天花乱坠。呸！凭什么大房的运势就这么好，就该让若薇去给人家当后娘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我以为他忘不了亡妻是常情，为了他，我起早贪黑，伏低作小，一入侯门便是半生。对不住，我没想过你会这般无私贤惠，待我们这样好。侯爷，您说什么呢？其实我一直在你的饭食里偷偷下水银，水银避孕，只有你没自己的孩子，才会全心全意对待林氏的孩子。若有来生，我不会这样防着你。父亲走了，这院子清静，母亲就在这安心养病吧。以真心换真心，我的心是人心，换来的却是畜生的心。崔征，我好恨啊！看到这桂花，就想起崔征特别喜欢对着林氏种下的桂花树发呆，见树如见人，深情的让人恶心，确实是贱人。这香气太真实了。湘云，如今是哪一年？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病糊涂了？今年是永兴2年啊，重生了，竟是回到嫁进来的第2年。你为何不让我回到未嫁之时，非要让我在这火坑里再走一遭吗？小姐，发什么愣呢？正房那边已经传话了，该过去用膳了。这鱼老了，那汤淡了。若薇，你是没用心，还是诚心想饿着我这个老婆子？儿媳不敢，而且这就去换一碗。我要喝甜汤，我这现在给我夹。母亲，若薇进门也快1年了，以后晚上就让她坐下一起吃吧，总这么站着，外人瞧见了还以为咱们侯府刻薄。小姐，该动身去正房了，去晚了夫人又要发落您了。好，湘云，你去小厨房提一壶开水来。开水？记住，要刚烧开的，滚烫滚烫的开水。小姐，您要开水做什么？去提就是了。小姐，
这可是侯爷的宝贝，是先夫人生前……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每天给我浇3壶滚水。小姐，您这既然他见树如见人，那我就浇死他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树死了，他的深情还能往哪儿摆？走吧，去陪那一家子伪君子用膳。崔铮，既然你想让我当林氏的替身，当着侯府的奴隶，那这一世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公公婆婆，儿媳来迟了。全家人都到了，单等着你一个。看来这立规矩的教训还是轻了，才让你长了这一身懒骨头。老陈婆，整日端着婆婆款训人。当年林氏那么年轻就病逝，你这好婆婆可谓功不可没。瞧母亲说的，儿媳服侍您是本分，本来这身旁伺候的位置就该是儿媳占的。你作甚？征儿都开口免了你的规矩，你现在又是摆给谁看？就属你最会装模作样。母亲，服侍您是儿媳的福气，儿媳求之不得，怎会是装样子呢？这是您最爱的，儿媳特意让厨房做的。哼，算你还懂点事。吃吧，尽管吃。这一桌子菜大家一起吃，你们就下不了手。水银肯定就在那碗专属于我的米饭里。只要我不坐下，你们那杀人的钩子就挂不住我。母亲，我还要饭，我也要，没吃饱。这种小事哪用得着麻烦下人？吃母亲这一碗，母亲还没动过，温度正好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给我放下！你作甚？一惊一乍的，成什么样子？征儿，你疯了不成？吓坏了孩子怎么办？夫君，你这是何意？难不成就因为妾身是个续妻，所以连给孩子们盛口饭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那饭都凉了，我是怕凉饭伤了孩子的脾胃，还是换一碗热的来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在夫君眼里，妾身已经落到这般不堪信任的地步了。我本以为一片真心能换来夫君体谅，可没成想，我竟连给孩子盛口饭的资格都没有。你闹什么？不过是件小事。小事，在你心里是小事，在我心里却是剜肉剔骨。可怜我这一厢痴心，终归是错付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小姐。快请大夫！大夫人昏死过去了。大晚上的敲锣打鼓请大夫，这是要翻天吗？夫人饶命啊！我家小姐刚回来就吐了血，这会儿进气少出气多。小姐啊，你命好苦啊！为这侯府掏心掏肺，临了竟被冤枉成这样。夫人这脉象不太对。能有什么不对？我看他就是刚才在大厅里气性太大，闹腾。夫人肝虚肾瘀，血脉极度不畅。夫人平日饮食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？我还以为是最近操持家务太累，加上月事不调。若只是劳累，断不会损及内脏至此。夫人若再不精心调养，这病怕是要入骨髓了。入骨髓？前世的我不就是这样一点点烂在骨子里死掉的？夫人给夫人开点药，还是静心调养为好。谢大夫。湘云，从明天起，我这病就得重起来。小姐，您当真要把家里的钥匙和账本都还回去？不过是崔家给我的枷锁，让我心甘情愿当牛做马。只有把这烂摊子还给他们，我才有精力查到底是谁在我的饭里动了手脚。后厨或是下人，水银不可能凭空变出来。崔铮，你想玩证慢性毒杀，我就陪你玩一场瓮中捉鳖。我必须拿到人证物证。若只是因为婆婆难缠，丈夫冷断就提合理，即便娘家再疼我，在这个世道我也回不去。我要的不是逃离，是让你们崔家身败名裂。唯有抓住下毒的现行，这和离书你崔铮才不得不签。小姐，您当真不去理会外头的烂摊子了？这2年咱们起早贪黑，好不容易才把侯府那帮奸懒缠滑的老袋子理顺了，就这么撒手，岂不是白白辛苦了？辛苦是挺辛苦的，那帮老家伙仗着是侯府的旧徒，表面恭顺，背地里不知给我使了多少绊子。我花尽心思压住他们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这名存实亡的管家权。崔家明面上让我涨价，可库房里的银子哪一两我能动得？为了周转，我甚至还得倒贴自己的嫁妆，可不是吗？小姐，您每日忙得连口热茶都喝不上，就为了求个贤良的名声，让每个人都念您的念我的好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不要工钱还自带书生的贴身老妈子。以前是我太天真了，傻丫头。从今往后，
咱们只管看好自己的私房田地和铺子。至于这侯府的死活，管他们呢。可是这家里若是乱了套，侯爷那边乱，就是要让他们乱。算算日子，很快就要发生那件事了。前世是我拼了命在前面挡着，这次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我，你们崔家人要如何收场。奴婢明白了，小姐既然拿定了主意，奴婢这就去把咱们的铺账目重新清点一遍。去吧。嘿，听说了吗？那新夫人病倒了，连对牌都送回正房了。送回来才好，往后咱们几个又能松快不少。看谁还敢拿着账本查咱们的油水。小姐，您这一病，这府里就没人管着了。可奴婢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那小公爷那边，笑哥儿，湘云不知道，再过1个月，也就是这个深秋，崔征的那个宝贝大大笑哥儿会不慎落入那冰冷的后池水里。哥儿，这东西不能玩。那太太是您的后娘，这世上的后娘心都是黑的。就是哥儿，他对您好，那都是表面上装出来的，哪能像咱们这些林家留下的人这般真心？可是母亲她给我带了桂花糕，那是她想要死您。等她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您就是挡了她路的绊脚石。只有林家才是您的靠山。哟，我说季夫人，笑哥儿可是我那可怜妹子的亲骨肉，是我们林家的心头肉。这孩子若是受了半点委屈，我可不依。记着舅妈的话，谁才是跟你一条心的？有些人啊，他们哪里是疼孩子，不过是怕笑哥儿和我亲近了，林家就失去了从侯府捞好处的机会。上一世，我为了救落水的笑荷儿，在这深秋里落下了病根，却换来他们全家人的猜忌和嫌厌。这一世，既然你们都说后娘心黑，那我就黑给你们看。笑荷儿，这次母亲可救不了你了。夫君，笑哥儿身边那几个婆子做事躲闪，心思也不在哥儿身上。我想着还是换几个稳妥的出挑丫鬟过去伺候。不必，那些人是林氏留给笑哥儿的，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最是重心。可我瞧着他们实在不尽心。黄若薇，林氏的人才是最好的，你这么急着换人，到底是嫌他们不尽心，还是容不下林氏留下的老人？哥儿，你瞧瞧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你刚落水他就到了，这出戏演得可真好，救命恩人呐！哼，指不定就是为了收买人心，故意把你推下去的。原来是他害我，我好讨厌他。崔征明明知道真相，明明刚惩罚了那帮奴才，却一个字都不肯帮我解释。他就是要让亲生儿子恨我，以此来稳固他那所谓的深情和对我的掌控。小姐，您这病若是总不见好，侯爷那边怕是要起疑了。起疑？他现在正忙着在那棵桂花树下怀念亡妻呢，哪有功夫管我？1个月后，笑哥还是会落水，但这辈子我绝不会派人盯着，更不会跳下去救人。这泼天的功劳，谁爱要谁要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我这个自导自演的后娘，你们林家和崔家能不能护住这个心肝宝贝？把院门关紧了，从今日起，外面就算是翻了天，也别来惊动我。是。这不是呀，小哪有？哎呦，我的头，我的腿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快去把那个病样子给我喊起来！若薇啊，这病也病了半个月了，该痊愈了吧？全家人都等着你出来操持家事。母亲恕罪，儿媳这病怕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存心夺揽是不是？母亲，大夫说儿媳这病的脉象像是中了毒，儿媳在想，这般谋财害命的大事，还是要报官查办的好。报官？什么毒不毒的？别胡说八道！既然病着，那就好好歇着吧。征儿，你那媳妇儿是真指望不上了，一开口就说要报官，我看她是疯了。家里这乱摊子我管不了了，你这个金尊玉贵的也该管管了，别成天知道躲在书房里。母亲，管家本就是他的本分，他若真病了，您多担待些。你真是跟你爹一个德行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哼！这2年，崔征总说公事忙，宿在书房，除了初1、15，他从不进我的房。小姐，姑爷来了，这还不到15呢，姑爷竟然亲自往咱们房里来了，定是那日看您气得很了，亲自来哄您了。
哄我？他那是怕我真把下毒报官的事闹开，来探虚实了。去告诉他我身子不适，已经歇下了，病气重，免得过了病气给侯爷，坏了他的贵体。小姐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您不是一直盼着姑爷多来坐坐吗？这样拒之门外，怕是……去。这桂树叶子怎么黄了这么多？你们平日里是如何照看的？这是林氏亲手栽下的，若是折损了半点，我要了你们的命！侯爷，小姐说她身子……怎么？我去看我夫人探病都不行？闪开！侯爷这火气是想把妾身的房门拆了不成？黄若薇，你到底要闹到何时？大夫说你脉象奇特，卧床不起，全家人为你闹得人仰马翻，你倒好，一个人躲在这里养尊处优，你这就是你所谓的忠心不二。侯爷急什么？妾身不过是学着侯爷的样子，把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一些罢了。从前我到底是哪只眼睛瞎了，竟会觉得这种货色玉树临风，简直是猪油蒙了心。妾身病了这么多日子，也不知喝了多少苦药，受了多少罪。夫君进门至今，连半句关怀的话都没有，劈头盖脸就是责问。这好不容易见上一面，竟只有这些，真是让人心寒呢。妾身病体未愈，得早些歇息。夫君若是没别的事，就不耽误您的贵步。好得很，黄若薇，我元尊降贵给你台阶下，你既然不肯下，那便算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场戏你最后打算如何收场。既然嫁入了崔家，就该谨守本分，为家里分忧。你还真打算一直做甩手掌柜不成？明日一早你就去母亲那儿把管家令牌领回来。还有，孝哥去庄大炉学堂读书的事，你也要抓紧办好，不能再拖了。管家权，庄大儒的学堂，一直以来我真的是太给他脸了，还敢提庄大儒的学堂。在京里，庄大儒一的学堂声名气起，所有人都想把孩子送进去。可庄大儒为人清高，不喜欢世家纨绔，只愿招些清流子弟。爹，夫君为了孝哥的学业，整日愁眉不款。女儿求您了，您与庄大叔有同窗之情，能不能……上一世我真是贱，回娘家求爷爷告奶奶，透支父兄的人情才换来的名额。崔铮，你真当我是你的许愿池了？崔铮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管家令牌我死也不会去拿，学堂的名额你更是想都别想。你说什么？那是为了孝哥的前途。前途？侯爷莫不是忘了，在那日晚膳桌上，我亲手盛的饭，你尚且不敢让孝哥吃，生怕我这个黑心后娘毒死你的宝贝儿子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介绍的学堂，你又怎敢让他去？万一我也在学堂里下了毒呢？你这是在翻旧账，不过是一碗饭。还有，你记清楚了，我黄若薇是你们崔家3媒6聘8抬大轿抬进来的正式夫人，不是你崔铮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。少在我面前吆五喝六，摆你那侯爷的臭架子！黄若薇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？因为你们全家都是一群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的贱人。简直不可理喻，疯了！我看你是真的疯了。早该如此，跟这种恶人讲什么真心？只有撕开他的脸皮，这空气才算干净。哎呀，我个崔某人怎么太想孩了？夫人，库房那边说这个月的利银还没批下来，采买的管事已经堵在门口吵了大半天了。那个滚刀肉呢，还躺着，说是病得更重了，连床都下不来。我本以为拿真儿压他，他总能乖乖起身，没成想他现在连真儿的面子都不给。再这么下去，我这把老骨头迟早被这个家累散了。母亲，您这家里是怎么了？我进门连个像样接应的婆子都没有，乱糟糟的成什么样子？明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，那个皇室还没被您教训明白？别提了，说是中了毒，现在躺在那儿装死呢，连真儿的话都不听了。装病，那是您心肠太软。对付这种小门小户，就得撕了他的脸面。我那个书生官人，成日里只知道买些孤本残卷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母亲，您得帮衬着点。至于那个黄若薇，明日我去会会她，看她这病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存心想当甩手杨拜。上一世，我为了讨好崔家人，简直卑微到了尘埃里。崔明这个大姑姐，只要一张嘴，
我就算掏空嫁妆，也要双手奉上。若薇啊，不是姐姐说你，我那死去的林氏弟妹当初那是何等的贤惠，事事亲为，从不让家里操心。你既然想得我兄长的心，总得付出点血肉心血不是？林氏在的时候，待我如同亲生姊妹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先想着我。弟妹，你这相欢的花样子真心意。还是弟妹懂事，比我那林氏弟妹还贴心。我当时真是瞎了眼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当初私下贿赂我那刻薄的婶娘，联手把我推进了这个火坑。小姐，大小姐在太太屋里坐了半个时辰，现下正气势汹的往咱们院子这边来了。瞧那架势，怕是受了太太的命令来教训您的。教训我？她还真把自己当个正经主子了。放肆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连本小姐的路都敢拦？大小姐恕罪。我们小姐这些日子病得厉害，大夫说了，这病容易传染。小姐是怕过了病气给您，今日就不见了。病气？我看她是诚心夺揽。我是她大姑姐，她便是病得要死了，也得爬起来给我见礼。闪开！大小姐，您金尊玉贵的，若是真在我们院里染了病，回头侯爷和太太怪罪下来，我们这些奴婢可担待不起。您还是请回吧。你们两个贱婢，反了天了！黄若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躲在里头装什么死？弟妹真是好大的威风！长辈亲临，你躲在里头连个面都不露，这规矩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这事儿要是传到外头，你就不怕全京城的人都笑话你黄家没家教？哟，大姑奶奶您消消气，我们小姐说了，她本来病得重，怕过了病气给侯府的各位金贵主子，按理说该回娘家养病避一避的。可当初老夫人亲自教导我们小姐，说是女子出嫁后要以夫家为主，不可随意回娘家，动不动就往娘家跑，那是有违妇道的，是没皮没脸的行为。哎呀，大姑奶奶，奴婢心直口快，可不是在说您成天往娘家钻啊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这个狗仗人势的贱婢，竟然敢指桑骂槐，跟主子顶嘴！来人，给我撕烂他的嘴！张嘴，狠狠的打！哎呦，大姑奶奶动粗了！大姑奶奶息怒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这丫头刚进京，不懂规矩，说话没遮没拦的。回去奴婢一定替小姐狠狠责罚她。责罚？今天不打死这小蹄子，我就不姓崔。黄若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把那个满嘴喷粪的贱婢给我拽出来！今天不打死她，我这大姑奶奶往后还怎么进这府门？给我打，我死里打！哎呦喂，大姑奶奶您快省省力气吧。奴婢虽是下人，可奴婢是小姐的陪嫁，身契在皇家，不在你们崔家，轮不到您在这喊打喊杀。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一个嫁出去的姑奶奶回娘家管的未免也太宽了些。哪次来我们小姐这儿不是空手进满手出？你看看你这发髻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，哪有个大家闺秀的样子？您瞧瞧您头上那根簪子，还有去年顺走的那几个古董花瓶，连小姐陪嫁的金项圈您都不放过，这落魄侯府小姐的做派，真让奴婢大开眼界。见过打秋分的，没见过打得这么理直气壮的。你这个无法无天的东西，欺人太甚！这还是崔家吗？你个死丫头，还不快闭嘴！谁许你把实话？谁许你对大姑奶奶这么没大没小的？大姑奶奶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莫怪莫怪。这丫头就是没见过世面，见不得好东西往外流。您回屋歇歇，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好？你们这群刁奴，反了，全反了！黄若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养的好狗都快爬到主子头上拉屎了，你还缩在里面装什么死？小姐，你没瞧见大姑奶奶那张脸气得跟猪肝色似的，在门口直跳脚，活脱脱像个疯婆子。让她闹，光天化日跟两个丫鬟在门口对骂，赢了丢人，输了更丢人。她真把自己当成这侯府的祖宗了，却忘了自己早已是个出嫁的客。既然脸面已经撕破了，那我就撕个彻底。她能拿我这个病重的弟妹如何？翠珍，你瞧瞧你娶的好媳妇，那几个贱婢竟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打秋风，还说我没皮没脸。你今天若不去把那个皇室拉出来狠狠教训一番，我就不活了。争儿，这皇室反了天了，连我的话都不听，还纵容奴才羞辱你亲姐姐，这管家权他握在手里，分明是要拿捏死咱们全家啊！母亲，我刚回京，衙门里一堆公事还没处置。若薇既然病了，你们何必跟个病人计较？你这是要护着她？我与她正在冷战，此事过去只会闹得更僵。你们若觉得受了委屈，自行处置便是，莫要再来烦我。小姐，这是庄子上刚送来的，浸在井里半日了，最是解渴。确实又脆又甜。
以往庄子上送来这些好东西，我总是先紧着崔征，再送给公婆，最后剩下的留给孩子。我掏心掏肺，却连他们的一句好话都换不来，真是不如喂了狗。湘云，记住了，今日谁都不许出门，外头哪怕翻了天，咱们这院子也得是清清静静的。是。临死前我在想，笑哥20多岁时，当真不知道他父亲对我做过什么吗？他是真的觉得我这个后娘不好，还是他骨子里就遗传了崔家的自私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？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小少爷落水了，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。什么？笑儿出事了？走吧，这种时候，我这个做母亲的若是不露面，岂不是负了全家人对我的厚望？这么多人挤在屋里，是怕这孩子死得够快，还是想把他最后一口气给憋回去？真是一群蠢货！落水时间太长，寒气入脑，即便能活下来，这神智怕是也可能变成痴儿了。这已经无力回天了。痴儿，原来没有我舍命跳下水去救。我不能要你的，舅妈说你不是我亲娘，对我好都是假的。你救我也是为了让爹爹夸你，我才不上当。既然你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，那往后我便不再做这些多余的事了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老师就这么一个金孙呀，大夫，你救救他，多少银子都行。照顾少爷的人呢？都去哪里了？来人，把笑哥身边的丫鬟婆子统统带下去按家规处置，一个都不许轻饶。是你害了笑哥！刚才只有你在园子里，肯定是你这个毒妇见不得他好，把他推下去的，就是你！毒妇，你这个黑了心的毒妇！全家上下只有笑哥碍了你的眼，你趁着我儿不在家就对他下此毒手，你还我金孙啊！母亲这是悲痛过度，惊惧入脑，得了癔症。你还敢咒我？笑哥才几岁？只有你这个做后娘的容不下他，不然他好端端的怎么会落水？第一，妾身卧病月余，连房门都没出过。我院子里的下人整日寸步不离，谁出没流过门，府里记录的清清楚楚。这毒妇的妹子，妾身当不起。第二，关于笑儿哥的安危，妾身曾2次郑重提醒过夫君，说他身边的丫鬟婆子不尽心，迟早要出事，求夫君换些稳妥的人。你胡说！去年的正月初6和今年的8月13，每一次夫君都是这么说的。他说林氏留下的人最是忠心，你不要多事。既然夫君觉得林氏的人比我这个后娘更妥帖，那今日笑哥落水，母亲为何不去质问那帮林氏的老奴？你这个小门小户出来的！母亲若执意要给儿媳扣上这些污名，那也别在这儿空口白牙的闹了。皇家虽然示威，却也不是任人拿捏的。不若直接报官，让衙门带人来查个一清二楚，看看这池塘边到底是哪个忠心的奴才擅离职守，又是谁在背后纵容。哎呦，我的头疼死我了！我不活了，儿媳要逼死婆母了，天理难容啊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前世我为你弟弟赔上半条命，换来的却是你们的一世仇恨。请大夫尽力而为吧，面子上的活儿做到这里也够了，剩下的就看你们崔家的造化了。侯爷有事。你为何变得如此之快？对笑干不闻不问，对母亲忤逆顶嘴。若薇，之前你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之前的温婉都去哪儿了？悔意，不过是看我现在油盐不进，想递个台阶跟我讲和，好继续让我当牛做马罢了。侯爷既然怀念从前，那我问你，从前我温顺献惠，事事以你为先，为侯府打算的时候，你可曾给过我份爱重，半分敬意？那时候我老实本分，换来的是你的欺瞒和拿捏。既然无论我怎么做，侯爷都不满意，我也想通了，往后我干脆什么都不做。你以为你现在这样很有道理吗？即便我有错，可你身为这侯府的当家主母，若非你失职撒手不管，笑儿今日怎会落水？他现在生死未卜，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给我翻旧账！侯爷，你们家干脆别姓崔了，姓赖吧。这推卸责任的本事真是家学渊源。明明是你信不过我，偏听偏信林氏留下的一群刁奴，觉得我这个后娘心存歹毒。我2次求你换人照顾笑哥，你是怎么堵我的嘴的？现在出了事，倒成了我的失职。崔征，这可是你亲手选的路，既然你觉得林氏的人最妥帖，那今日这苦果你就自己豁着血咽下去。我的金孙，不管，没个顶用的。病了，偏偏这种时候都给我装病，这个家真要散了不成？
侯爷，小少爷溺水太久，寒气伤了脑髓，往后怕是只有这3岁孩童的致仕了。我那苦命的妹子啊！你前脚刚走，这没娘的孩子果然就是地里的草，任人践踏。倾家大嫂，慎言！慎言？我还要怎么慎言？小哥儿在你们崔家出的事儿，怎么也得给我林家一个交代。这分明是有人容不下他，故意让他碍了别人的眼。哎呦，我的小哥儿啊！走，一个废人，没盼头了。吵吧，闹吧，前世你们合起伙来算计我，现在这苦果，你们2家就慢慢分着吃。小姐，有眉目了。奴婢盯着厨房好些日子了，那个李婆子确实有问题。她平时不合群，柜子里藏了好多瓶瓶罐罐，说是家传的香料，可谁要是碰一下，她就跟要拼命似的。继续盯着，我要知道她背后的主子到底是谁。是。翠铮，李婆子这根线，我一定会亲手牵到你面前。看啊，这就是崔家人的深情。儿子聪明伶俐，时是宝，一旦成了废人，连亲爹都不愿多看一眼。哥哥不许旁人帮他，我何必为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继母，得罪了亲哥哥？金尊玉贵的养大你，为你延请名师，细心照料，换来的却是漠然官死。小姐，静姐儿在那儿晃悠半天了，好像是有话想跟您说，不必理会，传话下去。从今往后，静姐儿院子里的任何事，咱们院子的人一概不准管。是。小姐，查实了，果然是李婆子。说，奴婢买通了李婆子同屋的婆子，趁她去当差，在那老货的床底下翻出了这个。一个厨下做饭的，跟我无冤无仇，若没人在背后撑腰，他哪来的胆子，又哪来的钱弄这种禁药？小姐，咱们现在就去把他拿了送官。送官？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这根线直接烧到崔铮的眉毛上。李嬷嬷，夫人请你去院子里坐坐。李婆子，你家大儿子在城西当差，小孙女今年刚满5岁，正是讨人喜欢的年纪吧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奴婢也是被逼无奈。说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又是谁给你的药？是侯爷交代的，要是老夫人亲手交给奴婢的。侯爷说了，只要他在您房里过夜，就得往您的早膳加这东西，说是绝不能让您生下自己的种，坏了小哥儿的道啊！原来如此，前世我求神拜佛想怀个孩子，却不知我的丈夫和婆母日日算计我的命。我苦命的儿啊，见过搓磨儿媳的，却没见过这般狼心狗肺的畜生。他们这是要绝了你的后，还要熬干你的命啊！活该他们家的小哥落水变成傻子，这就是天报应。中山侯府，好一个圣上信赖的重臣，竟在内宅行此鸩毒之事。父亲，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。魏儿，如今人证物证都在咱们手里，此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如今中山侯府嫡子废了，崔铮若还想要爵位承袭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求着你再生个嫡子。他现在的处境是你拿捏他最好的筹码。威尔，世间男子大多薄情，女子若求安稳，往往只能隐忍。你若肯回去，崔铮定会低头。爹爹的意思是想问我还愿不愿意回去，借着笑哥变傻的机会生下自己的孩子，占了那侯府的爵位。爹爹，兄长，在你们眼里，崔铮是因为别无选择才会对我好，但在我眼里，他是一条随时会反噬毒蛇。他对我好，我便对他好；他若对我不好，我也不会心慈手软。他能为了前妻的孩子毒杀我一次，就能为了其他利益毒杀我第2次。我黄若薇就算终生不嫁，也绝不守着一个杀人犯过日子。我要的不是他的低头，我要的是和离。我要让他崔铮身败名裂，跪着送我出府。薇儿，这中山侯府势大，你若真要走这一步，往后的非议怕是少不了。你当真
不愿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爹，崔家人皆是狼心狗肺、毫无信义之辈，女儿这半生已毁在他们手里。若再踏入那火坑，女儿宁愿现在就死在您面前。好，既然你意已决，咱们黄家的女儿绝不能白受这委屈。父亲说的对，女子河里本就艰难，这盆脏水咱们必须抢先泼到崔家去，让他们身败名裂。不错，咱们得快，绝不能便宜了那帮畜生。威尔，你且回侯府收拢东西，剩下的交给为父和你哥哥。动作都快点，捡要紧的拿，别给这狼窝留半点念想。若薇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大白天的，把嫁妆都抬出来，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中山侯府？侯爷还在乎外人的看法？若薇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若是因为那日晚膳的事，我向你赔罪便是。我娘家搬东西算什么？快叫他们停下！赔罪？崔征，你做过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侯府的饭，我黄若梅怕是再也吃不起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崔征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却这般害我。尤其是你那瓶包治百病的水银，还装。你们给李婆子的那瓶东西成色可真好，水银贵比金银。侯爷为了杀我这只家雀，可真是舍得下血本啊！若薇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希望你这几年先别有孕。我是想等笑哥再大一些，懂事了，到那时，到时我一定让你有自己的孩子，那是为了让你以后聊有所依啊。若薇，我那是为了咱们的长远打算。老有所依。崔征，你一边往我饭里下毒毁我根本，一边跟我说明天会给我个孩子，你当我黄若薇是3岁小儿，还是那天边的傻子？前世，你40岁那年遇刺命悬一线，我以血入药，守了你5天5夜，才把你从阎王手里抢回来。若薇，这辈子是我亏待了你，以后我定会给你个孩子傍身。那一刻，我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却不知我的身体早已被你下的水银烂透了，甚至连你醉酒后宠幸婢女留下的孽种，也配生下侯府的子嗣。孝儿都不允许他出生来分家产。你们父子一个毒杀我的身体，一个霸占我的嫁妆，杀人不见血。收起你那副老有所依的鬼话。崔征，你以为我还会留下来跟你过日子？今天你可以为了你的心肝儿子给我下水银，明天你就能为了你们侯府的声誉给我下砒霜。你们崔家人骨子里流的都是毒液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了你。动作快点，除了我的嫁妆，这脏地方的一草一木都别带走。若薇，你听我说，以前我疑你慢待你，那是咱们相处时间太短，我不敢信啊。可这2年，我知道你是个贤良善良的女人，我真的看在眼里，我愿意为你忘了林氏，真的。我以后再也不看那棵桂花树了，我敞开心扉接纳你，咱们从此夫唱妇随，长相厮守，好不好？忘了林氏，崔征，你可真让我想吐。人性本贱，说的就是你。你不是深情吗？那你这辈子就抱着你那死人的牌位和傻了的儿子，烂死在这侯府里吧。放手。若薇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别走。只要你留下，我愿认错受罚。从今往后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咱们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发誓，我立你的儿子为侯府世子。世子？崔征，你当你们中山侯府的世子位是镶了金边的宝贝，不过是个日薄西山的虚衔而已。这几年，若不是我父亲在朝堂为你周旋，若不是我兄长得力，你这侯府早就入不敷出了。论实权，你不如我父。论家底，你不如我家侯氏，你凭什么觉得我稀罕你那个世子位？我是想补偿你。补偿？你给我下毒我都不走，我图你什么？图你家有用不完的水银？图你那个刻薄难缠、整日立规矩的母亲？还是图你那个贪婪成性、只知打秋风的姐姐？还是说我图你这副令人送偶的装模作样的深情款款？若薇，我对林氏那是青梅竹马。够了，崔征，你若真拿一辈子不娶，在那棵桂花树下守到死，可你做了什么？你贪图我父兄的势力，贪图有人替你伺候父母拉扯孩子，于是你算计我，占尽了我的好处，却连活命路都不给我留一分。你想拿捏我，让我在这侯府里孤立无援，只能像条狗一样拼命讨好你才能活下去。可惜啊，崔征，我看不起你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让我感到无比恶心。若薇，走，回皇府。
妹妹放心，和离书已经拟好，他崔家下毒杀妻，这官司闹到御前，也是他中山侯府灭门的大罪。这一回，我要亲眼看着他们崔家烂在泥里。亲家公，这件事确实是真儿糊涂，但他已经知道错了，方才跪在老夫面前忏悔。咱们两家联姻不义，若是现在合离而去，这中山侯府和皇家的脸面往哪放？是啊，若薇这孩子性子烈，咱保证往后定会像亲闺女一样待她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今日我父子二人前来，不是跟你们商量的，是来要和离书的。若是你们不，咱们就大理寺见，闹到圣上面前，我也要为我妹妹讨个公道。闹到公堂？你没证据，休要血口喷人。证据？李婆子的画押证词就在这儿。还有这罐没用完的水银，你们还要证据吗？啊，水银，真的是水银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中山侯府100年的清誉，全被你们这些不孝子孙给毁了，谋害当家主母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全族都要蒙羞。都是你这毒妇出的好主意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和离书，签还是不签？对付公堂，还是留最后一点体面？选吧。拿笔墨来，签。和离书已签，现在来算算账。这是我女儿当年的嫁妆单子。这些年被你们耗损的、变卖的、顺走的，3天之内老老实实的给我补齐了，送回皇家。亲家公，那有些都用了好些年了，连我妹妹的陪嫁都惦记，还口口声声侯府门风。我呸！我看这里不是侯府，是个土匪窝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那中山侯府表面深情，实则往血稀饭里下水银，就为了不让人家生孩子。水银？那不是杀人吗？这心肠也太毒了！以后离崔家远点，那婆婆刻薄的要命，大姑姐成天回娘家打秋风，可怜的皇家女孩当牛做马，还差点丢了命。我听我在崔府当差的同乡说，那和离的时候，皇家把下毒的物证都砸到侯爷脸上了。这就是那家毒杀儿媳的侯府！呸，伪君子！我发现这种人品败坏之徒，离远点，免得圣上怪罪。崔大人，圣上口谕，近来大人家事繁忙，那几处要紧的公务就不劳大人费心了。您呐，还是回府好好歇着吧。小姐，成了！外面全都在传崔家的烂事儿，圣上也发了话，不让那伪君子管事儿了。这就叫报应，让他们算计人。现在名声臭了，官位也没了，看他们还怎么清高。以前我总想着讨好他们，换个安稳。现在才明白，命是得握在自己手里的。崔征，你继续守着你那烂透了的侯府深情吧。我黄若妹从这一刻起，才真正的活过来了。小姐，崔家那位又送热脸上来了，这都第几封了，真是一点脸皮都不要。这次又写了什么酸词？还能有什么？说是想起小姐以前亲手浇灌的兰花，如今顶物思人，还配了劳氏子的酸诗，说什么相思入骨。顶物思人，他那是觉得我走了，没人替他当牛做马，心里空落落，把信退回去，顺便让人传句话问他，他院子里那棵林氏亲手栽的桂花树，如今可还活着？小姐这招绝了，那树被烫的根儿都烂了，估计这会儿正哭着呢。就地重演，还穿着当年的衣裳。崔大人，这又是唱的哪出戏？若薇，好巧，能在这里遇见你，定是上天垂怜。若薇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。从前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我最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就像南柯一梦。在梦里你对我极好，我们恩爱白头，直到我死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柯一梦，那是我的血泪前生，你竟然有脸把它当成美梦来讲。我全想通了，是我教坏了孩子，害了你。我如今如浴火重生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一定让你做这京城最尊贵的夫人。笑哥已经傻了，林家那帮吸血鬼我也不会再让他们进门。若薇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崔征，你真的让我感到生理上的恶心。你口中的恩爱，是那碗水银，还是那座荒凉的小院？放手！我当是哪来的登徒子，
原来是中山侯府那位名声扫地的情种啊！皇大人，这是我与若薇之间的私人鬼鬼祟祟，纠缠官家眷属，行迹下作可疑，快让往死里打！若薇，求你帮我杀！哥哥，咱们走吧，空气里水银味太重，熏得我头疼。吃起来的上，不错。那位衍生的少妇是哪家的？瞧着面生的紧，她呀，那是中山侯去年刚续娶的新夫人赵氏。中山侯去年老侯爷走了，崔家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勉强让崔征袭了爵。这位赵氏进京没多久，估计是没见过你这位前任。原来如此。有事，黄小姐，妾身本不该唐突，可心中有个疑问，若不亲口问问您，妾身寝食难安。你问吧，省得你总在席间盯着我。夫君他那样好，那样心悦于您，您当初怎么舍得和离呢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夫君他一直忘不了您，书房里全是您的画像，还有写给您的情诗。他看我的时候，眼神总是恍惚的，仿佛是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。我私下进过他的书房，那里面的一句都是对您的思念。若是一个男人能这般念着我，哪怕是死，我也无憾了。你父亲是最近才升迁回京的吧？是，家父治水有功，半年前才刚升任进京。一模一样的套路。当年他骗我的时候说他忘不了林氏，现在骗你，说他忘不了我。你以为那是深情？那是陷阱。他故意让你看到画像，觉得他长情，就是为了让你心甘情愿的都照顾他那变成痴儿的儿子，伺候他那个刻薄的娘。黄小姐，纵使你们缘分已尽，你也不能践踏一个人的真情。夫君他日夜对着你的画像长吁短叹，那是他的一颗真心啊！真情？崔夫人，他若有心会给我下毒2年整，会让他的母亲搓磨我，让他的姐姐吸我的血。若你不知道，就回侯府好好打听那李婆子是怎么死的，再来看看他的真情。崔夫人大可去试他的真情，但在我眼里，崔征的真情一文不值。我兄长擢升为福州刺史，下个月我便随他一同赴任。福州？那可是千里之外了。是啊，听说那边开放海贸，港口商船往来如酥，甚至能见到蓝眼睛、黄头发的背波商人。天下之大，我终于可以亲眼去看看了。黄姑娘，我真羡慕你。黄小姐，我去查了你之前和我说的那些，是真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只恨自己被猪油蒙了心。进京前多少人说侯府算贵，说侯爷长情，我竟连查都没查清楚就点了头。如今这日子可叫我怎么活下去？你想活，还是想让他去地狱？多谢黄小姐指条明路，何必客气？你我不过是这火坑里先后跳进去的人。小姐，您刚才和那赵氏说了什么？奴婢瞧他临走时的眼神，像是要把侯爷给生吞活剥了似的。自然是送他一个逃出升天的法子。姑爷，不，那姓崔的又出什么事了？崔征这种人总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。他年轻办案时为了邀功，错杀了一个无辜女子。那女子的兄长是个游侠，为了报仇查了他整整20年。我已经派人把崔征下个月去城郊祭祖的行踪透给了那位游侠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崔征，既然你那么喜欢林氏，那这一次你就真的去陪他吧。走吧，去福州，那里的风是咸的，海是宽的，我们再也不回来了。